能投屏吗？一起看。我能够看出来啊，晴晴真的是非常难过，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你这次为什么要选择接受我们的采访呢？我之前什么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一直想着木子，但是现在我发现，某个渣男他在消费木子，他在拿着木子的悲情为自己敛财，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某个渣男，晴晴，你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吗？我只能说，这个男人本该是他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男人，我猜猜啊，你说的是不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啊？是。木子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失眠，睡不着觉。我宁愿死的人是我自己，这样至少我不用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痛苦。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个时候，木子的丈夫竟然还有心情在公众账号上写文章，而且还开打赏。他把木子当成什么了？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陶大明有在公众号解释过，他说是为了请更好的律师去打官司，所以说需要钱。这些都是借口。现在，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了。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为什么当时法院没有抓我？为什么我没有和石勇一起坐牢？难道中国的法律是他陶大明制定的吗？晴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陶大明告我是假，他骂我就是想带节奏，他想要利用木子赚钱，利用大家的善良赚钱。他不想让木子安息啊！这件事情不结束，他才有热点，他才能利用木子赚钱。晴晴，我想这些都是你的个人猜测。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听过双方的表态之后，我相信大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现在做的是深情人设，说什么刚结婚就失去了一切。木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一切，他也根本就不爱木子。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他跟木子在一起的时候出轨过，这是木子亲口告诉我的。把葛晴晴接受采访的视频下载下来，我们保留起诉她诽谤的权利。徐调，你先别急，回头我会跟葛晴晴再好好的沟通一下。你呢，也跟陶大明好好沟通。总之，希望双方都能注意这个舆论。这个事情再这样闹下去，会越闹越麻烦。我尽力。现在呢，你们就认为葛晴晴没有把石勇威胁她这个事情告知穆子琪？对。理由就是在案发的当天，穆子琪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发任何消息，我指的是危险性的消息给她的丈夫。这对于一对每天交流的夫妻来说，你觉得正常吗？从我递交的陶大明和穆子琪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那你们现在这边的态度就是坚决要判，不接受调解。我当事人的态度很坚决，不接受调解。为他人抱薪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他希望法律能给他一个交代。方队长，你觉得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我们胜算大吗？这不像是你问出的问题啊。第一，我不能未审先判；第二呢，
我是承办法官，但最终还是得参考合议庭的意见。就这么说吧，就我个人的观点看，我认为你们现在所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葛青青没有对穆子琪尽到危险告知义务。所以，如果你们能提供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更好了。我明白了，谢谢你，房队长，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他说我拿木子敛财，卑鄙！他这是污蔑吧？所以出轨的事儿根本就没有，对吧？我和木子在一起7年，我发誓，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我相不相信你不重要，公众相不相信你才是最关键的。现在审判你的不只是法律了。葛青青是在亵渎我和木子的感情。徐律师，这是他在污蔑我，我不会退缩的。我要跟你说一件不太好的消息。现在法院呢，认为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来想办法，你先别着急。你现在要做的是谨言慎行。我很害怕葛晴晴会抓住你的把柄，这样对你会非常不利。所以你的公号要先停一停了。师傅，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坐地铁啊？千万别，外边一大堆做直播的，我打听了，全冲你来的。冲我来的？什么事儿啊？木子琪案，陶大明在公众号上面发文章，葛晴晴都接受大 V 采访了，微博你没看啊？上热搜了。这不要了命了？您跟我们走吧，我们送您回去。也行。您得躺下。哦，好。哎，哎呀，你这车也太挤了。师傅，这不是我的车太小了，是你的腿太长了呀。哎，你这后座什么味儿？这是？不好意思啊，师傅，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洗车。你呢，坚持一下啊。放心吧，师傅，完全看不见。赶紧走。这万一被发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怕，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哎，你快点开车吧，你好不好？走吧。人还真不少。人就出来了。没有，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好像不是那个。师傅，走远了。哎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一个法官弄得跟逃犯似的。真是没想到啊，现在自媒体都这么猖狂了。师傅，这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就别说。你要这么说，我就偏要说。穆子琪的案子就非得是你审吗？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吧，咱们法院晋升通道本身就窄，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了，真的有点什么闪失的话，对你非常不利的。我觉得师傅不可能是为了仕途这么小心计算的人。你听听，啊，人小叶比你的格局就大。师傅，他那是嘴上吹破，你不是实实在在的规矩，你好吧？行吧，好人没好报，不说行。哎呀，你们如果非要问我想不想升这个副院长呢，我倒是可以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我当然想啊，因为
有成就感、价值感、荣誉感。可是办好眼下这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案子，不同样有成就感、价值感、荣誉感吗？所以放在眼前的机会不要，老去想着那个2年以后虚无缥缈的机会，不是傻吗？师傅这格局啊，我竟无力反驳啊。师傅，那如果升副院长和办一个大案子2选1的话，您选哪个呀？小叶，我觉得呀，有些事儿呢没有矛盾，不要人为的去制造矛盾。哎，这2个事儿啊，它不矛盾。谢谢了。好，停下。哎，不好意思啊。哎呀，哟，今天怎么小周把你送回来了？哎呦，这不腰有点不舒服，所以就让小周啊顺道送我一趟。哎，小乐姐，哎，你搬到这边来住啦？没有啊？那也不顺路啊。小乐姐是跟我顺路，她送我，所以就顺便把师傅捎回来了。对，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小乐姐，小叶最高法下来的。哦，你好，你好，小乐姐好，我是方庭长的法助，我叫叶欣。哎，补充一句啊，这个呢是师傅的小徒弟，以后啊有什么事你不用找我，找他就行。那我还是找你吧，走吧。好，辛苦了啊。好了，哎，师傅，好拜拜啊。哎，有空来家吃饭啊。注意腰啊。哎，好，拜拜，小乐姐啊。哎，拜拜。好。哟，可以啊，那学的挺快的啊。这叫对案件保密。哎，你这胡说八道的能力真不错。不对眼儿维持的。哼。陶大明诉葛青青这个案子呀，现在观点很多，争议也很大，尤其是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关注。所以今天组织大家，就是想就本案这个审理思路啊，共同讨论一下。在这个案子里面啊，原告要求葛青青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一定要慎重的研究和讨论。从法律上面讲，我们先要认定葛青青是否存在侵权行为，还有过错。从道德层面来讲呢，我们要看保护他人于自我保护的冲突和底线。本案的关键在于，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葛青青对穆子琪的死亡存在过错。从道德上，我钦佩穆子琪，也同情陶大明，但从法律上，要认定葛青青侵犯了对方的生命权，还是很勉强。因为凶手的行为是导致穆子琪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葛青青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庭审调查的重点。要我说呀，第一，从外表上看，葛青青身高不足1.6米，瘦弱娇小，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的民众对所处危险程度的判断能够达到像警察一样的专业。这第二呢，从心理上说，葛青青在面对石勇行凶的时候关门躲避，不过可能只是懦弱者求生的本能。不可否认，他在危急的时刻这样做，与穆子琪的善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求生欲之下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那么大家对穆子琪遇害之后，葛青青在网上的这一系列举动有什么看法？葛青青每一次接受采访，虽然哭得梨花带雨，但我总觉得有点假惺惺的。不过这也只能说明她自私、冷漠、懦弱，她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但是如果要判葛青青承担侵权责任，我觉得在法律上还是有点障碍，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这个案件啊，社会关注度高，人大代表也很关注，所以我的看法是，最好能上省委会讨论。喂，张院长。方远，是这样的，这个案子，陶大明的代理律师要求你回避，
要求我回避，什么理由？方远是我前女友的朋友，这就是我申请回避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通吗？说不通也要说啊。根据我上次跟他见面之后，我判断他很可能会因为我们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诉求，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这个法官必须要换。那换一个法官，我们就能赢？不好说。但是民事诉讼呢，这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刑事大，值得一试。这理由也太荒唐了吧！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这理由也能回避？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法官就不用办案子了吧？我建议你接受，这样会稳妥一些。张院长，这很明显就是那个陶大明的代理律师他故意刁难，这种理由咱不能惯着呀。这样吧，院里研究一下，到时候再定。你看呢？李飞，就算这2天你不约我，我还想约你呢。你申请让方远回避。他给你告状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他可能会对我和我当事人做出不利的判决。为了赢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怎么叫不择手段呢？这是从程序入手，是我们辩护策略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拿我们之前的感情去解决工作问题，觉得合适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啊。你考虑我什么感受了？8年前你说走就走，这叫考虑我的感受。是那会儿我对你隐瞒了，我伤你心了。但是徐天不是这个原因。你走了之后，我只花了3天时间就决定和你分手。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在你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我进不去，这块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所以我选择提早抽身。方远回避的事情，我希望你好好认真考虑一下。没人性，简直就是没人性！怎么了？这又骂谁呢？哎，我想起来了，穆子琪这个案子是不是你们法院审啊？啊，谁负责呀？这我还真不是太清楚。你跟他说啊，这个葛晴晴绝对得好好的判他，太坏了。穆子琪明明是为了他出头，他倒好，大门一关不管人家了，结果人都被杀了，他才想起来报警。这种人他怎么不怕遭报应啊？小点声行吧？你让方可丽听着你又骂我呢。你这事儿啊，他还没审判呢，你不能轻易下结论。这还用审吗？我们老百姓都看得非常明白。葛晴晴这个人呐，就属于那种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保全自己，可以弃闺蜜的生命于不顾。哎，事后还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什么责任都不担。这种人只能靠法律严惩他。你们啊，应该好好听听民意。哎，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这太简单粗暴了。这民意要能代表审判，那还要我们法官干什么？反正现在社会上这些事儿，我都快看不明白了。你就说之前那个什么啊，扶老太太被讹的那个案子吧，明明小伙子是好心要去扶老太太，最后还让法院判他赔偿，赔给老太太钱。这样下去以后谁还要做好事啊？哎呀，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查清楚了，那个小伙子呢，确实也是撞了那个老太太，所以才改判的呀。啊？他撞了老太太，这事儿又反转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太忙，顾不过来啊！这快11点了，
走，睡觉。哎，不是，我得给你们提个意见。我觉得呀，以后像这种引起社会热点关注的事件，你们最后到底怎么判的，得出什么结论，必须得好好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要不然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我还停留在上一级呢。领导说的对，哎，我明天给我们院打个报告啊，你定期给我们院来讲讲课，好不好？切，给工资吗？给，我的全给你。这样啊，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要求你回避的理由确实比较牵强，所以现在决定，还是由你继续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领导英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把合议庭的人数增加到7人，这样方方面面讨论起来会更充分一些。你没意见吧？不敢有意见。你放心，我一定不负众望。那去吧。行了。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明显就是虚假的，她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但这个问题是，陶大明也没有办法证明，在危险升级的时候，葛晴晴一定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啊，法律无法证其无。要照你这么说，葛晴晴就没有责任？我是在对证据进行判断。你们俩收拾一下，咱们出去调查。查什么？我们去案发现场再看一下，说不定有新发现。当时穆子琪就是在这儿等着葛晴晴一块回的家。走。根据卷宗上记录，他们俩吃完烤肉以后，就是走这条路回的家。哟，这么晚了还去看房子啊？哎，卷宗上注明，石勇是躲在那个位置，对吧？是。那么根据葛晴晴的说法是，当时穆子琪把他一手推进了房间里，而石勇的证词也是说他看到了这一幕。可是从石勇躲的这个位置啊，根本就看不到门口，也就是说看不到葛晴晴和穆子琪。这么说，石勇的这个证词是假的。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石勇的逻辑完全是不对的，只剩下葛晴晴和陶大明的版本，他们说的都有可能，但问题就在于他们谁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说的就是真相。你好，哟，看房回来了，这房子都落价了，这生意也不好做吧？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中介了呀？你们不是吗？这个是。看来咱这个衣服辨识度太低了，啊，我们是法院的。哟，哎，您记住了啊，法院的。是为那个杀人案事来的吧？那男的不是都判了吗？这事还没完呢。是啊，我跟你说。出事当晚，那女孩在我这买过水果。你跟他们认识？我认识其中一个，我在这儿10多年了，这出出进进的都熟。您是这儿老板？对啊。那太好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兴城区法院的方远，这俩是我同事。
你方不方便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方便呢，咱得都说。走，好。好，谢谢。谢谢您。这个，那先辛苦您帮着给看一下啊。你看看，你说那2个女孩是她们俩吗？是她们俩。这个女孩叫穆子琪。哟，那看来确实特别熟，连名字都知道。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天晚上在你这儿买水果的时候，他俩是什么情绪啊？情绪，你指的是？啊，我是说当天晚上他们俩是比较紧张、害怕，还是比较开心？紧张害怕倒是没有，不过俩人走那时候啊是有说有笑的，有说有笑的啊。那他们当时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子琪这姑娘呢跟我熟，她老在我这儿买水果。那天她带着她朋友来呢，说要我这儿买的橘子，还夸我来着，说胖叔啊，人好人实诚，橘子甜又便宜，比超市里便宜多了。哎，临走那时候我还给她俩苹果呢。这一走，谁知道又出这么个当时事儿了？你说这么好一姑娘，哎，就这样没了。你说她父母该多难受啊！老板，这给我装几个。哎，行，你们先等一会儿。哎，好，您忙。哎，如果像老板说的这个情况啊，他们俩当天晚上有说有笑，并且还在这儿议论水果的价格，那这就是完全一种不设防的状态。那这基本上可以说明，葛青青没有把施用威胁她的情况告诉穆子琪，或者就算是说了，说的也不严重。我就说他是在逃避法律责任。那我们也不能把老板说的话就直接当证据啊。那当然不行，我们还是得拿到监控录像。这样，明天拟个函，向公安申请这个证据，争取把他们俩下班这一路所有的监控录像咱们都拿到手。如果监控录像也印证了老板说这个情况，那这个案子应该就比较容易破局了。好。怎么样了？穆子琪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托你的福，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案子有效证据非常难找。正好你来了，你帮我想想这葛晴晴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故意向穆子琪隐瞒石勇的危险性？徐律、匡律，证人到了。请他进来。好。什么证人？穆子琪的邻居，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然后你一打开门就看到石勇把穆子琪刺倒在地。是的，这些情况我之前在法院都已经说过了。是，法院也跟我说过了。谢谢你，辛苦了。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说出来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家人们，今天到荣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门口了。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刚才看到穆子琪的老公和律师都已经进去了，现场人很多，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我呀是站在葛晴晴这边的，本来呢我是支持那穆子琪老公的，后来我听说他那出轨，你知道吗？而且我还发现，各位家人们，这边是支持葛晴晴的，那边好像是又是要支持穆子琪的老公啊，多好的小两口啊！这葛晴晴啊，不是个东西，人家配。西南省荣州市兴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陶大明诉葛晴晴生命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文文，给你吃俩黑芝麻丸解解乏吧。哎，乐乐姐，你看，这不是你老公吗？原来你老公是木子琪案的主审法官。哦，还真是啊。啊？他没跟你说呀？这不是把你当外人了吗？人家法院有规定的，案子的事哪能对外乱说呀？跟家里人也不能说。哎，这案子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吧？你看他就这眼神，躲躲闪闪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咱们可不要乱猜，人家法院断案是靠证据的。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开始举证质证，由原告先根据自己的主张举证。审判长，我们有2个证据。首先，第一个是我方当事人与木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葛晴晴利用木子琪的善良，主动提出要求入住木子琪的家里，来躲避前男友石勇的纠缠。证据可见我方当事人与木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二点呢，关于报警问题，我方当事人曾经多次提出利用报警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葛晴晴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这一点也有我方当事人与木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现在由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审判长，我方反对，因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直接证明我方当事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从证据中看，陶大明作为丈夫，他并不认可木子琪对我方当事人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木子琪为了不让丈夫继续啰嗦，并未将所有可能面临的麻烦告知丈夫的可能。我说完了。原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吗？审判长，我们有证人出庭。传证人丁芳芳出庭。审判长好，审判员好，我是丁芳芳，我已清楚证人权利、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原被告双方是否有问题向证人发问？有。证人，请问你跟被害人木子琪是什么关系？我跟木子琪是邻居，我就住在他隔壁。在案发当天，在你打开门看到石勇捅刺木子琪之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有，我听到有争吵声。争吵声？对。谁和谁争吵？男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个凶手，女的就是木子琪。你还记得他们争吵的内容是什么吗？男的没说什么，女的说了一句，大意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对。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刚才对方在论述中说到，葛晴晴在当天与木子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知道木子琪的住处以及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告知木子琪了。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案发当天，当木子琪见到石勇的时候，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这很明显，木子琪在看到石勇的时候是感到意外的，这就说明被告葛晴晴在撒谎，她并没有把石勇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提前告知木子琪，并没有尽到危险告知义务。审判长，我说完了。下面由被告代理人向证人发问。证人，我有一个疑问，在隔着门板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清晰地听到当事人对话的？我本来是正准备出门扔垃圾的，听到门口有动静，我就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就八卦心理嘛。就是我们那栋楼本来隔音就不好，他是听得很清楚的。
审判长，我问完了。证人可以退庭。接下来，针对案发当晚，本庭还有一些问题想询问被告。根据你的陈述，你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对你的威胁完全告知穆子琪了。审判长，我想强调一下啊，当时我的当事人被石勇威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我说了，我都说了，刚才那个证人根本说的不是真话，当晚木子根本就没有说那句话。被告，请你冷静。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收到石勇的威胁微信后是什么反应？我很害怕，真的，我觉得他疯了，可能会上门来报复我，所以我才找木子跟我一起回家的。我当然会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他呀。你说你当时很害怕？对，当时木子一直在安慰我，说没事的。他说，如果石勇真的找上门来，他来跟他谈。那你觉得当时穆子琪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也非常紧张，还是完全无所谓？那当然也还是比较紧张的，毕竟我们两个是女孩子，还是很害怕石勇会乱来的。下面请法官助理播放相关证据。被告，这2段录像当中，我们都看到你和穆子琪有说有笑，这是紧张的表现吗？我当时是因为木子已经安慰我了，我觉得有他在没事了，所以我才。你前面说，你把消息告诉穆子琪之后，他虽然安慰你，但也还是非常紧张的，毕竟你们俩都是女性，怕石勇会乱来，这是你的原话吧？但是这2段表述，你自己不认为相互矛盾吗？是木子自己要来帮我的，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也是受害者呀。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呢？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做。被告，请你冷静，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法官，您听我说，我当时没有开门救木子，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也是一个弱女子，就算我开门了，不但救不了木子，我自己也会死的。你怕死？你这人木子替你去死，他一直在帮你，而你却把他关在门外，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良心啊？那你是不是非要逼我死才行？注意法庭纪律。被告，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当晚和穆子琪在地铁站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如实告知石勇可能会来报复你这件事情？我说了，我都说了。我当晚在烤肉店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你们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木子死了，你们都恨我，觉得我是个坏人，觉得我不该继续活下去。那好，那我也死了算了。你们判吧，
判我死刑，我去死！本案由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宣判，日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我也同意承办人的意见。我同意房庭长的意见。我也同意房庭的意见。好，那我们合议庭就形成了一致意见。方远，我想说几句题外话。你说，这个案件的判词特别重要，一定要反复的斟酌。我们让葛青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道德谴责。否则的话，会引发民众误解。谱着一句漫长的承诺，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这一盏跳动的灯火，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